AI 带动的涨势还能维持多久？财经名嘴克莱默称，市场需要一些新的英雄才能助推行情走得更高。另外，随着科技股上涨，高股息策略在2023年表现不佳，这是关于市场择时风险的最新教训。最后，我们观察到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经济学家卢比尼上周五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经济正面临一个大威胁时代。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帮助你掌握趋势，提前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如果你也对股市投资理财以及宏观经济市场感兴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财经名嘴吉姆·克莱默周一就带动市场可持续反弹的必要条件发表了看法。他说，这个市场需要一些新的英雄，才能助推行情走得更高，至少一个，最好是更多，否则我们将陷入纯粹的估值倍数扩张，这使得市场的风险比我想要的更大。并不意味着它不能继续上涨，但这确实意味着从现在开始行情反弹将变得更加不可持续。克莱默首先提到了英伟达等科技股，这家半导体公司由于在生成人工智能领域发挥着突出作用，今年的股价表现远超预期。克莱默表示，英伟达股价飙升有2个原因，投资者愿意为相同的收益支付更高的价格，并且因为该公司的收益好于预期。但对他来说，股价飙升主要是出于后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因为我们终有一天不想为同样的收益支付越来越高的价格，对吗？克莱默问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股价会变得更贵，并且风险更大。我们希望股票的定价基于更高的收益，因为这种反弹才是可持续的。他认为微软也是一样的，微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也使其在华尔街很受欢迎。早在去年，克莱默就曾经说过，很少有投资者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带来如此巨大的收益增长。克莱默补充说，微软股价的上涨是基于有形的潜力和更高的收益，而不仅仅是对公司的热爱。热爱只能带动股价短暂上涨。克莱默指出，这些公司在股市中的占比很高，也正是他们的亮眼表现帮助提振了股市的整体走势。但是如果要延续涨势，我们需要其他目前被低估的股票。他说，其他公司一定有更好的盈利表现，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去年在熊市中遭受重创的投资者，向追踪高股息公司的交易基金投入超过600亿美元。11个月后，这项安全交易失败了。最大的高股息 ETF 非但没有在暴风雨到来的时候提供庇护，反而被一个痴迷于科技股的市场抛在了身后。高股息 ETF 业绩排名垫底的是规模180亿美元的 iShares Select Dividend ETF， 由于对公用事业和金融股的全面压注失败，总回报率下跌了 5.4%。 这是关于市场择时风险的最新教训。在美联储实施40年来最激进的加息行动之际，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投资者希望投资那些拥有足够现金持续派息的公司。但令人意外的是，美国经济依旧表现坚挺，由于少数几只主要成长型股票主导了市场表现。2023年对支付派息的价值型的股票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尤其是在利率较高的环境下，固定收益资产的吸引力更大。在很大程度上，大量现金转向高股息策略，意味着投资者涌入价值型股票，并退出推动市场大幅上涨的大型科技巨头的敞口。就 STI 而言，该基金的一半资金集中在今年下跌的3个行业，主要消费品、公用事业和医疗保健。其持股最多的制造商 3M 股价下跌了 15%。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FIG， 该基金的近1/4投资于信息技术领域，这在高股息 ETF 中很少见。利用高股息提高股票回报的想法是券商的一个卖点，但这本身也受到了异议，因为他们向股东提供的任何派息都会被股票价格的机械下跌有效的抵消，而回报率主要取决于选股。对于以现金流估值的股票来说，今年是特别艰难的一年，因为债券收益率上升也吸引了投资者的青睐。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可以肯定的是，长期持续支付股息的能力通常是公司稳定性的标志。以 SP500 指数为例，该指数由至少连续25年提高股息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组成。虽然落后于基准指数，但在过去10年中，它击败了几乎所有美国主动型基金。
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经济学家卢比尼上周五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经济正面临一个大威胁时代，届时滞胀将成为主要市场逆风的核心驱动因素，这将反映在股票和固定收益市场上。投资者在2022年遭受的低迷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他解释说，假设通胀率平均为 5%， 而不是美联储设定的 2% 的目标，那么长期美债收益率需要接近 7.5%， 才能实现 2.5% 的实际回报率。但他补充说，如果美债收益率从 4.5% 上升到 7.5%， 这将意味着债券价格将暴跌 30%， 并将股市拖入严重的熊市。卢比尼警告说，在全球范围内，债券持有人和股票投资者的亏损在未来10年可能会增加到数万亿美元。至于为什么通胀会保持在高位，他提到了大量的威胁，从劳动力老龄化到去全球化，以及美国政府在战争和气候适应等领域的支出增加。世界经济正面临大威胁时代，停滞性通膨将成为主要市场逆风的核心驱动因素，这将反映在股票和固定收益市场上。卢比尼指出，劳动力老化、去全球化以及政府增加、战争和气候变迁相关支出将导致通货膨胀维持在高档，平均通膨率若为 5%， 长天期债券殖利率必须升至接近 7.5% 才能让实质报酬率达到 2.5%， 这意味着债券价格将大跌 30%， 股市将陷入严重熊市。卢比尼表示，面对这种情况，央行们可能会将通膨目标提高至高于历史平均水准。目前的情况正是出这样的讯息，尽管核心通膨仍然过高，但许多央行已经暂停升息。其他分析师也曾警告，除非债务比下降，否则公共债务和支出增加终将导致债务违约。卢比尼表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有些国家就会直接放手让通膨升得更高，以削减名目债务，但私人和政府借款者的债务激增，引发了央行的债务陷阱。这一事实使情况变得更糟。通过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胀的努力，可能会导致高杠杆借款人陷入衰退。卢比尼说，面对这种情况，央行可能会将通胀目标提高到历史平均水平之上。许多央行在核心通胀仍然过高的情况下暂停加息，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其他分析人士也警告称，除非降低债务比率，否则政府公共借贷和支出的增加将最终导致违约。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卢比尼指出，一些国家只会允许更高的通胀以侵蚀名义债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